Hello，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蜜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一下，好，在这段关系中呢，对方对你的一个想法，他有什么样子的隐藏的一个心情哦，还有他真正想要说的、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样子的情绪、情感。好，来看一下你们的牌卡。爱情的咒语，选到第一组的朋友啊，其实他觉得你们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人哦。对他来说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理智的人，但是你的出现呢，让他心里有一种异样的、不寻常的感觉。他不是这么一个容易动情的人，或者说他自己有一套他的一个择偶标准。可是显然哦，你对他而言非常有吸引力，不论是一见钟情啊，或是这种爱在心里口难开的感觉。你的整个人的这个吸引力是在你们还没有深入了解之前，其实他就已经对你的举手投足、你的气质，或者说在谈话的过程中，他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喜欢了。但是他也明白说，他的这个喜欢呢，是一个他的那种理想，或者说可能是他的一个幻想，他其实并不知道真实的你的一个想法。而且对他来说啊，你们可能就像是，花蝴蝶，就是除了跟他交流之外，他觉得你们这个人缘应该不错，或者是说除了有他受到你吸引之外，一定也有其他人是受到你吸引。那你是不是有在跟其他人来往呢？所以我觉得对方是非常非常的受到你的吸引，但是他有一种不是很急躁的，就是没有很想要很急促的去推进这段感情的感觉。因为某方面而言，可能是他对于现在的一个关系、现在一个状态，他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他并没有想很快的去推进、急功近利这种快速的去求达成的感觉。可能是说有些朋友，如果你们是分手的一个状态，这个人他可能还在回味过去的甜蜜的时光，或者是说他对于分手的这个现实，跟他实际的心理状态是产生矛盾的。他会时常的想起你们的浪漫回忆，还有他心里也会想起你是多么的吸引他哦，但是他还没有去为复合做好准备跟行动。就是如果说撇去现实层面不谈，就是不谈理性，只谈感情的话，其实他就是想要奔向你，他其实就是想要不顾一切的跟你在一起。但他也是一个理性的人，他知道不可能谈感情就只有浪漫的部分，不考虑现实，不考虑磨合等等。所以其实他有一部分是想要去保护自己，有一部分是想要去封闭自己。他也有某一方面是他可能因为自己的过度思考而导致裹足不前，甚至他对于未来其实也有一些犹豫不决的这种态度。虽然他受到你吸引，可是他也不知道这段感情，发展下去究竟会走向什么的怎样子的未来。特别是有些朋友，如果你跟他遇见的时候，他可能，没有特别准备要进入一段感情，他可能生命中已经有其他的计划。那因为你的出现，他如果要接受这段感情，可能人生方向会有需要一些调整。这个时刻，我觉得他会稍微迟疑，稍微去沉淀一下，或者是说，你遇到他的时候，他内心其实是比较混乱，比较不知所措，比较低潮的状态，他还没有整理好自己。即使你非常的吸引他，他也没有办法这么快的
下决定。但是要说他就完全的不想要推进嘛，其实也不是。我觉得对他来说，你们的这样子的关系很像是一个命中注定，一环扣着一环的这个巧合，可能就是在你们相遇的这个环节少做了一个什么，或者是说多做了一个什么，都不会促成这一次的一个缘分。比如说如果那一天没有去在可能网络上去想要去打开这个软体，或是就是直接把它划过去，没有想要跟这个人交谈的话，可能就是这样子的一念之间，你们就不会去认识了。就是你们的认识是有很多的巧合去堆积而成的。好，有些朋友如果说你跟这个人你们是就是正在面临要不要继续走下去的这样子的抉择，这样子的想法的话，我觉得他可能内心是非常的迷茫的。他有的时候不想要去正视那个问题，所以他可能会选择逃避，或者是保持沉默。他可能会选择暂时的去远离，假装是很冷静的，但他内心有在想说，到底要怎么样子去打破这样子的僵局呢？好，在推动感情的过程中啊，他不会想要去放弃这段关系哦。同时，他也看到你们在这段关系中的一些付出跟诚意，虽然他可能不见得会很明确的去表达对你的一个感激之情，或是很快的去给你一个承诺，让你很快的安下心来，但是他绝对是对你有在乎的，就是两个人其实都是在乎对方，但是两个人的思考方向不同。你可能会希望在这段感情中可以快速的推进，明确下来，然后有一个结果，不要是这种提心吊胆的感觉。但对方呢，我觉得他是更理智的在思考，甚至有的时候他自己思考其实也没有办法去理出什么样子的头绪，他可能就暂时放一边，专心的在工作，专心的在忙其他的事情。因为感情的事情也不是说三言两语就可以去弄清楚的，特别是他不是一个那么擅长去处理情绪的人。他对于关系的进展跟期望，此时此刻他就是希望循序渐进。他也相信他的这种方式可以为你们的未来感情的发展提供一个更稳健、更牢固的一个连结哦。这是他的节奏。那他可能在过去跟你相处的时候，他有明确的表达出来，他希望是这样子的节奏，或者是说他用回应你的方式，他用他的行为跟态度来表达说他的节奏是这样子的，他是希望你能够去理解，你绝对是非常吸引他的，他也就是心中有想要去进展，就是他并不是排斥这样子的感情，可是他对于要快速的在一起，或者说如果你们是曾经分手，或者说濒临分手，就是要再一次的挽回，再一次的这种融合，他其实是有一些顾虑的，因为他并不想要重蹈覆辙。这个重蹈覆辙可能是过去感情中的一些症结点，现实生活中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那一些难题，或者是说他在前一段感情中可能有出现过类似的议题，比如说是远距啊，他曾经因为过远距分手，然后现在又有同样的远距的问题，他会觉得说他不想要让你去落入这样子的一个情境，他可能觉得这个远距对另外一方其实是很不好的，他不希望你进入到这样子一个不好的状态，可能你会很孤单，或者是说很煎熬，他不希望你有孤单煎熬的这个心情，所以他其实会想他的这一种循序渐进，他的这种慢慢来，其实里面有很强烈的一个包含他过去感情经验，或者说过去你们交流的过程中的他的一个总结跟一个反思。
还有我觉得对方其实他也是有蛮强的一个自我保护，或者说比较谨慎的态度在思考这一段感情，因为他不希望他在感情中受伤，或再次受伤。特别是你们是这么的吸引人的人，就是你们其实是可以很让他去沉醉的，所以他一直在坚守他内心的最后一道防线，因为他知道他一旦弃守这道防线，可能就是他的心被攻破了，他沦陷了，他会为了爱情做任何的事情，包含不理智的事情。他不想要看到自己变成这样子，就是他不想要因为情绪、情感、感情而失控。他想要控制一切，他想要照着他的规划跟方向走。所以我觉得他会去有一个防卫机制。好，他想要更看清楚一些东西再前进，这样可以让感情中的不确定性降低，然后也不希望这段感情往一个他觉得是失控的方向发展。那我觉得你们当中的激情、你们当中的欲望跟你们当中的性欲是其实很强烈的。他对你的外表，或者说你对他的外表的那个吸引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好，再来看下面的牌 Ringman 好NFT 成长。好，在这个人啊，他的内心其实是有伤口的，这个伤口使他成长。他可能蛮早就经过一些社会的历练，或者说过去的感情啊，让他对于人生有比较不一样的思考，就是也许他看事情的角度跟其他人不一样。好，就是他因为他的这些经历，他看事情的角度可能是跟你想的那个方向不一样，就是他解释这件事情的态度，他的诠释跟理解，对于这段感情的诠释跟理解对你不一样。他的内心有伤口，不过这个伤口已经缝合了，或正在缝合了。好，他的内心有一些东西啊，其实是被隐藏起来的。被隐藏起来的这个心意包含了他其实是非常非常想要靠近的，他其实是愿意冒风险的，这个是他的真实的心声哦。好，因为你对他是很有吸引力的，他其实内心就是会有一种想法说，这个美丽的爱情好像是有毒的，这样子的致命的一个吸引力哦。好，他会有一个信念是觉得说，你跟他之间呢，其实有一种能量的连接，这个连接是剪不断的。就是说，如果今天呢，换了其他人都没有这么的对位，就是你们两个好像就是一双筷子，就是你跟他就是要在一起，换了其他的就是筷子，怎么配都配不成一对。他觉得你们其实有这种冥冥之中的一个注定，好一个联系哦。所以即使他现在是比较缓慢的，或者说还在思索的一个状态，他其实内心也不是那么的担心说是不是你们的缘分就会这样子断掉。甚至他会有一个想法说，如果就真的这样断掉，可能你们就不是最后可以走在一起的一对。但他其实内心就是隐约有一个声音觉得你们两个最终是有一个连结在，这个连结并不是短暂的外力，或者说短暂的冷淡跟疏离可以去把这个结剪断的，因为这个连接很强哦。他
他其实会希望有一天这个感情是很不费力的，顺水推舟的，在一个很丰盛的状态去连接，两个人都可以去给出最好的部分哦。好，他觉得你是一个蛮温暖的人，然后如果要跟你建立一个家庭，他觉得也是可行的，就是他会感受到你用你自己的方式，去对这段关系，或者说对他去表达关爱，而我觉得他也为你做出一些退让，或者说为你做出一些他以前在感情中不会做的事情，可能他之前对他的前任，或者说之前在跟其他人连接的时候，他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不会去大费周章的买礼物啊，或是传讯息啊、关心啊，或是说常常去看你的一个社群媒体，然后就是被你心思他的心思被你牵着走这样子的感觉哦。好，所以他自己也知道，你对他的这个吸引力真的是无法挡的，但他不一定会很热情跟很热切的去表达出来他心中对你的这个渴慕跟依恋，所以也许你期待他是更加热情、更加推进，以及更加有承诺、踏实感的去跟你讲一些事情，而他的行为表现出来不是如此，因此你会觉得说有一些落差哦。有些朋友他的顾虑可能是来自于他现在的事业需要更多的一个专注力，他可能心中对自己是有期许的，他觉得他要去顾好他的一个事业，顾好他的一个生活，再来谈感情，就是他会希望的是自己好好的状态，再把感情加进来，再把另外一个人加进来，而不是把感情当成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手段，或者说借由感情，借由依赖一个人，借由依靠一个人，然后就是他可能不大想要去把感情当成他生活重心的一个全部，他其实蛮希望有自己的独立性，还有成长性，以及事业上的一个发展。而且他自己其实也明白，他自己在关系中其实是有一些缺点的，也许是比较急躁，或者说比较现实，比较有时候比较固执，难以去听进其他人的一个想法，他自己也明白。可是当他一旦又陷入那个模式的时候，他就会忘记这个其实是过去感情中可能有人跟他提过，或者说自己察觉到的一个缺点。一旦进入到那个模式之后，他又忘记了。他可能是因为自尊心很高，如果你们曾经争吵，他也不想要主动拉下脸来跟你认错等等的，就是他心中的这个情感，他因为自尊心很高，他未必会一个你听起来很顺畅的方式去表达出来。好，那另外我觉得有些朋友这个人他在过去的感情中受过伤，所以他对于要不要快速的进入一段感情，他其实是有点恐惧，有点抗拒的。他会觉得说你们两个需要更多的了解，这个了解是比较好的，因为了解够深之后，才可以为之后感情的发展这个持久性有一些燃料，帮助燃烧，不会说这个激情的火焰很快就烧完了，干柴烈火一夜就没了。他想要用更多的了解当作是这个燃烧的材料，可以细水长流的去燃烧下去。那为什么他会想要这样？因为他对你有欲望嘛，刚刚说过了，但是他内心又有一些矛盾的心情，所以呢，他其实是挣扎的，他其实是纠结的，因为他要克制自己某一个冲动性的生理上的一个欲望，他明明想要跟你建立关系，但他又不想要你们的关系是基于这个欲望去建立的，就是他因为欲望，就是因为这种直觉的吸引力想跟你在一起，但他又不希望你们当中只有这些，他希望有
更深的、更高层次的一个连结，包含了生活中的一些现实方面的一个相处。好，那有些朋友可能，如果你们是双方有一些年龄差距，或者说成长经验的一些差距，会造成双方在表达感情，或者说在沟通的过程中，其实会需要有一些来回探索跟磨合的过程。可能这个议题磨完，又会出现下一个议题在。但是你跟他之间，我觉得你们两个的命运感是很强烈的。好，他有一种想法，就是如果今天我没有跟你在一起，如果我今天跟你没有发展下去他其实可能也不会想要再进入一段感情，或者说不确定会不会再遇到一个像你一样的人，对他来说是这么的有吸引力。看一下塔罗牌的部分。月亮牌我觉得这张牌其实反映出他心里的一些幽微的一个情感。他觉得你们之中有一种冥冥之间的一个剪不断的一个连结他其实会觉得你跟他的相遇其实是有非常非常深刻的意义的。好，就是你们两个的遇见就是此生一定要去发生的一件事情这个相遇，这个位置不能够被其他的任何人去替代。好，而且这样子的连接，既然是命中注定，也不应该要轻易的断开。有一种非常觉得这段感情有它的独特性的一个存在，它不单单只是一个爱情，这个里面还包含了可能前世今生的轮回，造成现在的这个遇见，它里面有很多堆叠的一个部分就是可能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所谓条件好的人，但不见得条件好你就会对他心动，而你的这个外貌气质表达的方式，有些地方可能跟他原本设想的不一样，或者是说有些地方他之前可能没有想过在他生命中会遇见这样子的人，但你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的触动他，甚至打破了他心中的一些框架。他觉得这段关系应该是可以超越某一些这种琐碎的，或者是说是可以超越时空的连结，超越时空的牵绊在一起。好，这张牌有一个安慰的能量我觉得在他的心目中你们有点像是哥哥姐姐，或者有些人是爸爸妈妈。你可能给他很多的情绪支持、情绪价值，或者是你给他很多这种金钱上的资源资助，也有可能是虽然你们现在还没有供给对方情绪，或说金钱或是资源等等，但是他知道你是可以提供的，你是愿意提供的，你是有这样子的包容性，可以去包容他的脆弱跟不安。他的内在，其实他的内在也是某一种程度希望去依靠，希望受到照顾，希望受到温暖跟包容，而你确实能够提供一个很稳定、很舒适，像回到家一样的感觉，你让他有一个像回到家的归属感。也就是一旦他爱上你，就是深深爱上了，像我们前面所说的破防，但他不希望要依靠你而活，或者是说常常需要你这种安慰秀秀的一个状态。那也因为他的这种矛盾，他可能也会在感情进展上是有迟疑的，因为他虽然渴望你的胸膛，渴望你的温暖，渴望你的抚慰，但是他又不想要表现出非常脆弱跟依赖的感觉，他其实是希望他是很独立的。但对于他来说，
你们其实确实是可以满足他的需求跟渴望，甚至在这个世界单打独斗的一个过程哦，你是他心中的一个归属。这个人有的时候会让自己过于独立、过于孤立无援哦，好像有问题都不说，或说试图自己去解决、自己去处理。好，但在这个同时啊，他内心也强烈的希望跟你连接之后，这段关系是可以往美好的未来走。他不希望现在就是在一个可能他还没有准备好的一个状态，或是他的伤痛还没有恢复好的状态，去跟你有连接，或者说跟你有很深刻的互动、很深刻的交流，或者说跟你去有一个承诺，因为他有一种怕进展的太快，会不会反而对这段感情有所损伤，就是吃太快，然后把这个碗打破的感觉哦，太匆忙了去耗损了双方的一个情绪跟情感的一个价值哦。好，隐士牌 ，Ace of Wands， 这个人真的是很矛盾呢。他在没有跟你在一起，没有跟你聊天的时候，是常常想你的。好，想你做什么呢？想你是一些肢体接触的一个情境啦，拥吻啊，然后想你的这个，有点像是闻你发丝的一个味道，身体的一个温热，然后想起你的声音等等的各种甜蜜。好，但是他好像又常常一个人在这里，有一些忧郁，有一些忧愁，有一些挣扎跟跟痛苦的感觉。要怎么在感性跟理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呢？其实他的心里有很挣扎，有一种拉锯感，就是他同时面临了对这段感情的这种期盼，但是还有不确定性跟恐惧，在好像让他犹豫不决。或者是有些朋友，如果你们过去曾经连接过，曾经是伴侣，或者是说就是有过美好时光的话，他特别会去陷入过去的回忆，特别会觉得过去这么的美，但是未来又有很多的不确定性，能不能说，就是他不确定未来的走向会是如何，他又不想要破坏他内心中美好的一个幻想，就是如果未来是有这么大的恐惧跟不确定，能不能感情就停留在最好的时候，这样他就不要去面对未来可能的伤害与被伤害哦。好，但他的内心哦有强烈的被你所吸引的一个能量哦。好，或者是说他有的时候就会沉浸在某一个情绪当中，怀念过往。这样子的怀念也代表了情感的停滞、停摆，他没有很积极的思考应该要怎么办，应该要复合，或者说继续发展，或是说要有什么样子的转变等等的。好，有些事情可能是命运的安排，并不是任何人的错误。然后这组的朋友，他其实也希望如果有机会，你们其实可以重新找到，打开彼此心房的一个钥匙，重新建立一个连结哦。好，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说他会，一个人的时候，独处的时候，会去想说要不要联系你。好，那也许你们可以以一个比较平和的方式去释放善意，不要让对方觉得你好像是也放下了，也全然的一个不在意了。那有些人，我觉得你们之间的这个矛盾啊，他其实是在期待你改变，然后期待你展现出一些特别的一个诚意，或者说看见你有什么实质上的一个不同，他才要决定推进，或者说决定下一步要怎么走。这边这个母亲的能量跟形象又出现了。
这个人也许生命中母亲的角色对他很重要的，不论是母亲在成长过程中关系比较好，或是关系比较疏离，我觉得他都有一个理想的母亲的一个形态哦，或者说理想的父亲的一个形态，这边比较偏向母性的一个能量，然后他会希望，他的另外一半某些的特质也是符合他心中的那个理想，而且这很特别的是，有一种我希望在外的时候，我的另外一半是让我觉得非常的这个打扮是我非常喜欢的，但是在内又有非常娴熟的感觉，这叫什么呢？可能独立跟传统并存的一个能量哦。在床上可以很火热，但是同时要变得很温婉温柔也是可以，有自己独立进取的这一面，但又有这种关怀体贴，然后一些这种比较细腻的一个特质在，或者说比较传统会照顾人还有比较有礼貌的这一种能量在。好，他觉得你其实是符合他的理想的，你对他的这个性再一次强调，性的吸引力跟身体的吸引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而且我觉得他对于你身上表现出来的特质跟气质，他也是很喜欢的。这个人其实有一点点冲突跟压抑，就是他，这两个女生是一个完全形象不一样的人，好，但他的欲望跟幻想是不一样的这个形象同时存在着在他的伴侣中，好，同时有非常激情、欲火焚身的一面，但同时又有好像可以很洗手做羹汤或是为他泡杯茶呀，就是很体贴的这样子的个性存在着。好，我觉得他并不是一个喜欢完完全全的去完完全全的传统的这种小女人，但是他也需要这个传统的部分，有现代也有传统。他其实希望他的另外一半是非常独立的、有想法的。我觉得对他来说，你们有自己独特的思考，以及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以及我觉得你们是在某一方面领域的一个专家吧，或者你有自己的专业性、独特性在，你有自己的优势在，你其实是非常闪闪发光的。可是如果今天呢，要组建一个家庭然后你们其实也是可以去褪去你身上的光环，然后去委身嘛，或者说去做一些可能独立的这个新女性不见得会愿意做的事情我觉得他看见你们身上一些很独特跟宝贵的特质也许你可能从来不煮菜的，但是为了这段关系，或者说为了去照顾未来的家庭，你是愿意去煮菜的，你愿意去学一些你以前不会的一些事情等等的。我觉得他看见你们身上这样的特质。那反过来说，如果你是男生也是一样好，可能你本来是一个很专注事业心很冲刺的人，但你愿意为了进入一段关系，你也可以去发挥你内在那个很温柔细腻的那个部分。那这段感情其实宇宙想要告诉你说，你要去相信时间的力量，时间会给你一个答案。因为现在你们的状态很微妙，甚至有些朋友他有点享受，有点适应现在的状态，不急于去表态，因为他内心缺乏一个好像动力，就是油门一吹的感觉
可能你们会想说这样子的等待值得吗？但是有的时候他对你的一些回应，或者说温暖的话语，又会让你觉得充满希望。但是，一旦这种现实啊，一旦距离感来临的时候，你可能又会陷入很迷茫跟无助的感情。有些朋友，如果你们是网恋的状态哦，他可能对你是有非常多的好感、欲望跟想法，但他的内心也会有一些疑惑，就是他所爱的这个你是他理想中的你，还是现实中的你也是这样子呢？就是会不会那个荧幕的你跟实际的你是不同的呢？他非常渴望跟你真实的接触，但又害怕这个真实会有落差，会有破灭，会有这样子的不确定感。所以其实这段感情中确实是有一些等待，确实是有一些考验的部分，但是同时也有很多深情的一个能量。有些朋友，对方可能真的是因为距离产生的不安全感，但是他又不敢直接表达，因为他害怕完完全全的失去，或者说他内心因为挣扎，有的时候会靠近，有的时候又后退，让你觉得说这个人真的是很矛盾，摸不清楚他究竟在想什么。如果是你们可能濒临分手的话，我觉得这个人绝对没有完完全全的放下，他没有放下这段感情，但他因为害怕再次受伤，所以有的时候会选择冷漠的对待，冷漠的去回应你的讯息，用一种孤立的氛围，用一种距离感来保护自己哦。有的时候这个沉默啊，可能你认为就是关系里最大的一个敌人，因为双方都不愿意去说出真心话，或者说双方的这个表达出去的话，好，你听到之后拥有了你的诠释跟理解，他可能觉得我就是说的这么清楚，我们现在就是稍微可能冷静一下，或者你给我一些时间，那我整理好之后，我就会就是有一个回应或是怎么样，所以我现在就是需要专注冲刺事业，但是你听到可能又是另外一个解读，他不爱我了，他是不是有其他人了？然后我很心急，我很焦虑，就是如果他爱我的话，他是不会说这种话的，或者说他不像以前这样之类，可能你就是会有另外的解读跟另外的想法等等的，这个也算是一个考验。好，那这段关系啊，我觉得它其实是有重生的一个可能，因为刚刚说过，你们之间的连接跟印记是存在的，但是两个人都要更进一步，无论是你更进一步的去追上对方，或者说对方更进一步的把自己整理好、蜕变好之后呢，以一个比较好的姿态来面对你哦。双方的这个心灵跟心态都要有所成长，并且愿意去解决曾经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是发生在你们之间，或是说在这段感情开始之前就存在的一些心理的或现实的一个议题。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的一个建议哦。Do not hide your light。好，其实这段关系啊，需要信任。如果你们是在一段就是要分手的情感中哦，可能你已经做好心理准备，接受可能分手的这个事实，但是你内心又有蛮多的遗憾，你不知道说是不是分手是一个好的选择。就是你其实很茫然不确定，对方也是这样想。有的时候他的沉默，他的疏离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他无力再爱，他没有能力再爱，没有能力再付出了。好，不安的根源呢，可能是感受不到对方对于未来的一个承诺。好。或者是说双方想要去的方向不一样，有些人可能想要小孩，有些人不想要小孩，有些人想要赶快的结婚，那有些人可能想要先冲事业等等的，双方对于未来的想法不一样，这个也是
一个不安的来源，或是也是对方被动的一个来源哦。觉得你们其实是有很深的情感的连结的，但有的时候你们又会故意的去漠视彼此的一个需求，觉得对方很可能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消化内心来自情感的一个压力，这个情感对他来说是有压力、是有焦虑的，但他分身乏术的时候，他可能就会选择放弃情感的那一部分，然后去冲刺他人生中需要去花时间心力的面向吧。好，其实如果你不能够理解他的话，会让彼此逐渐的疏离，这段感情有好转，或者说有继续连接的可能，但它中间需要一段等待期。可能在那段时间，你会觉得比较煎熬，或者说看不见天日，有一种需要去死死的守护的感觉。一开始的这个光是很微弱的，但是呢，我觉得会随着对方周遭环境以及你周遭环境的一些变化，让整个感情的状态明朗跟明亮起来哦。好，影响他对待你的态度，影响他心情的态度，不见得只有你们两个之间的相处，还有来自他身边的其他人，他的工作、健康以及其他的事情在影响着他。有的时候他真的非常的疲惫，口气就会不好，甚至就是很累，没有心力去回应等等的。所以呢，外在环境转变，然后他暂时达到一个目标，他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你们的感情会渐渐的明朗起来。那这一组的朋友其实就看你们想要怎么样子去走。如果你觉得你已经很倦怠了，想要抽离的话，或者是说你觉得这个抽离对你来说是最好的解脱的话，我会觉得对方内心还是会有一点点不舍，但他不一定会明确的去挽回啦。而且我觉得此时此刻你们的内心也会有不舍，就是虽然有放下的念头，但内心仍然保持着一些修复的希望。所以其实也许你们此时此刻更想要的，或者说更适合的是，等待时间去转换、去化解、去梳理彼此的矛盾，先专心的做好自己的事情，并且也让自己持续的发光发热，去展现自己的一个能量跟关爱哦。不要因为不甘啊、怨恨，或是说这种疏离，而去堵住了你去爱一个人的能力哦。有的时候心里的一种不公平感，会让你失去爱的能力，或者是说把自己的情感也封闭出来哦，就把自己的情感也封闭了。所以这段感情其实如果没有继续发展，是一件蛮可惜的事情，因为彼此心中都有依恋。如果双方愿意去改变心态，不是立即的，就是随着时间，双方可能会有机会去改变心态，这段关系其实也有机会去迎来新的开始。有的时候就是在那个运势，可能你跟他的感情运都是走到比较不好的时刻，然后又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化解，但是你撑过那一段时间，或是度过那一段时间，你又会迎来不一样的景象。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如果你对这段感情是有心的，你可以继续抱持着这份希望等等看，因为我觉得对方内心仍然是对你有非常多的想法，就是看到你人是会有非常多情绪的波动的。好，以上呢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我是蜜雅，祝福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蜜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看一下你心中所想的这个人，他对你的想法，他的一个真实的心声，以及这段关系未来可能会有什么样子的发展。好，首先来看一下第二组朋友你们的能量牌卡好，
花冠哦。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跟他有一种，就是你会很感谢说他来到你的生命中哦，他来到你的生命中，带给你很多的感触吧。可能你也因为这段关系，你成长了很多，甚至有一种完全蜕变的感觉，变得更好，变得更美丽，或者说因为他的关系，你想要去变得更好，变得更美丽，或是这组朋友，也许你们会因为这段关系有开始去想更加的去探索自己内在的心情跟情感的流动。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真的是有点像是想要去装饰跟打扮自己，在他面前去呈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也许是因为跟这个人相处之后，更加的重视一些你外在的一个形象。有些朋友你就会把这一段感情透过书写，透过绘画，透过这些可能花花草草的方式，透过一些手作的方式去表达出来哦。好，你对于这段感情啊，其实心里是有一个计划在的，是有一个长远的计划在的，但你不一定有跟他说，可能你是想要边走边看，或者说你这个计划呢，也是有一点像是在适应当时的情况，慢慢的调整，慢慢的改变哦。你对于对方可能会有非常非常多的疑惑，你常常会想起他，你觉得你们其实如果可以好像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的话，其实你们两个都会有很多的思念的话想要对对方说，可能你过去一直都没有机会跟他说出口，或是对方也没有机会去跟你说出口哦。很多朋友，你跟就是这一组朋友，你们跟这个人其实已经分开了，或者说现在的联系是很少很少，可能就是偶尔的一个问候，或者说其实你们都没有问候，只是去互相看着对方的照片，看着对方的社群媒体，在思念着对方哦。有些人你们曾经是非常非常相爱的，但是在这样子的相爱中，好像两个人都有一些各自的考量，也许是各自都为自己的未来去多一些现实层面，或是多多替自己想一点点吧。也可能是因为各种利害的关系，因为各种情境，好，因为事业心等等的状况，以至于这个感情走到最美的时候，它停住了，或说它离开了，这个爱情离开了。好，有的时候你想到这个人，心里会有一点点遗憾的感觉，因为你们的爱情其实是很纯粹的，可是这个纯粹，这个美好，它放到现实社会中，或者说放到某一个环境中，它会有很多来自外部的压力。可能对方是一个想要在事业上冲刺的人，也许他会觉得他需要更多的东西，更多的资源，或者说变得更好，才能拥有你，才能够跟你匹配等等的，或是他在当下那个环境，当下那个时间点哦，爱情不见得是他这种第一优先的选择，来自外部的一个压力哦。其实对你们来说啊，你们很需要一个很完全、很纯粹的信任感跟安全感，否则你很难从你自己的好像心里的那道防线中走出来。而这个人呢，他是不是曾经让你破防过，或是说几乎要让你破防了？因为你们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保护自己的人，你们在其他方面都可以把自己经营得很好很好，而且可能在各方面都有很出色的一个表现，只是在感情这一方面，你真的觉得很空虚，或者说很难以找到你觉得认可，或者说会让你动心的人。
因为这一组的保护的这种心境蛮强的。有时候你觉得对方对你是太有意图的，你可能也不会想要去接近，或者说去让他接近你。而这个人进入到你的生命中，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巧妙，就是缘分的这个钥匙就这么的打开了。你们很容易内伤，就是有的时候表面虽然不大会去很激动的去表达一些事情，或是你不一定都会去跟对方说你做了什么什么，但其实你常常会去默默的付出，然后也有一种好像会默默的受伤的感觉。好，而在感情走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啊，你似乎比较会去专注在感情里可能负向的那个部分，在某一个阶段中，双方都好像突然的去看，这个感情中比较不好的一部分，去为了这些事情，去争吵，或者说去难过，去默默的在受伤。比较悲观的去看待这段感情哦，也许是对方比较悲观的去看待这段感情，但其实有一点感觉上是现实其实没有那么糟，可是因为想法的关系，双方想法的关系，就会让这段感情看起来是没有希望的。在某一个可以转圜的余地，还有机会，还有空间的时候，好像双方其中一方选择了放弃。好。有些你其实在等待这个人改变，或者说等待他回来，但你又觉得这个希望好像有一点点渺茫。你们两个都是一个个性非常倔强的人，你可能觉得最倔强的人是他，可是在他的眼中，我觉得你们也是一个蛮有个人想法的人哦。在他的眼中，其实你们就像一道光芒一样，你们是非常有魅力的，非常有力量的，然后也某方面也是蛮固执的。那可能你会觉得对方才是那个比较固执的人，但我觉得他就是看起来他觉得你们在你们想要坚持的事情上，在你的原则上，你也是不会轻易的去退让的。然后你们两个有一点点错位的感觉，就是两个人都有在这段关系用心过，有在这段关系奉献过，可是这个错位有点像是其中一个人先爱上对方，然后另外一个人可能还在犹豫。那当犹豫的这个人也被打动了，也敞开心房的时候，那个好主动的人，他可能这个时候再去忙其他的事情，或是说他又没有这么的好像专注在这段感情上了，以至于被打动的，就是后来爱上的那个人会有一点点受伤的感觉，然后这种情况会不断的在反复。一个人就是想要去追的时候，另外一个人逃，然后另外一个人逃走的时候，可能过一会他又想要去追回，而原先那个正在追的人，他可能已经觉得受伤了，又把自己封闭起来。关系上可能有一再的这样子的轮回，有一种时空错位的感觉，明明都是爱着对方，可是不是在同一个时间点爱着。有一种你先爱，你不爱了，然后对方在爱，但对方不爱的时候，你又去爱了，就是你们之间有一种这样子时间线错开的感觉。还有些人，我觉得你遇到这个人，他是比较后知后觉型的。后知后觉就是当你真正的完全的离开了他的生命的时候，他才会醒悟，他才会领悟到说，哦，原来你是多么的重要，在我的生命中是多么的不可或缺。好，你们都是彼此最思念的人，也可能真的是彼此目前在世上最让彼此受伤的人。这个受伤不是说1-2个月，可能是以年为计算，1-2年甚至好几十年这样子的感觉哦。有些朋友可能真的是因为太难过了，你是主动的跟他拉开距离哦。虽然这个爱非常的难能可贵，非常的刻骨铭心，但是你们
又想要把自己放在最优先的位置，你们两个都是，这个爱很深，但你们又都不愿意去失去自己，所以其中一方可能会在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去逃避。有些朋友，你跟这个人其实是在沟通上比较困难的，你们明明都是用善意的方式去表达，可是对方接收到的时候，却好像理解的不是善意的方式，就是会误解对方的一个好意。你有的时候觉得很无力耶。好，而对方也觉得他的情绪，或者说他需要的东西，他需要在这段感情中，他需要你去表现的、传达的、交给他的那些东西，或者是某一个信念哦，他觉得你不够坚持，不够足够，他可能要的是一个义无反顾，但是你考量的比较多。你们这段爱情啊，真的是有点像是两个人都是对的人，但是时间不对，但是这个地点不对，发生了很突然的事情，以至于让你们分开了。可能你会去想说啊，如果哪一天在双方都是状态比较好的情况，没有这些外部压力的情况，是不是就不会分开了呢？好，这段关系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无奈，非常非常多想说又说不出口的这样子的心酸的感觉哦。好，再来看一下 Weather Definition。好，这张牌可以看到一个穿着白衣的女性躺在地上，她的四周围绕着蜡烛哦。那天空中的这个风啊，不断的在变化，不断的吹，有代表天气的一个快速的转变。有白色的乌鸦停在她的身上，乌鸦象征着直觉、预兆跟讯息。然后它躺在这个地面啊，这个岩石或者说这个冰块，它其实是裂开的。好，这段关系啊，理所当然的，或者说不可避免的会带来痛，带来动荡。这段关系所引起的情绪是非常非常激动的，对两个人来说都是。很可能你们有过这种很剧烈的一次争执，很心碎，或者说你觉得很绝望，然后对方也觉得很绝望的这种感觉。对方心里也像是好像把就是镜子敲碎一样，一片一片的碎裂过。可能你会觉得对方真的有这么痛吗？对方真的有这么难过吗？因为他表现出来的也许远不及他内心的这个情绪，他表现出来可能只有1，但是他内心的疼痛度是有10的，就是这种受伤有一点静静的痛，静静的流血，就是明明在流血，但是却没有哇哇大叫，脸上都没有表情，可能一直到别人去掀开那个他的衣服，看见他的心才知道，你的心已经被伤的就是体无完肤，一直在流血，这样子的感觉哦。好，有一种很安静的痛的。好，这个人的内心啊，其实也有一种预感，某一种预感哦，就是你们这段关系是不是有期限的呢？你们其实都在各自的状态中缓慢的改变，缓慢的努力，可是这个改变跟努力啊，可能远不及于外在的这种力量，或者外在事件突如其来的冲击哦。对他来说啊，有些朋友你其实在关系中给他带来希望过，拯救过他，或者是可能你在他很困难的时候给予他一些指引，或者说让他心里有了依赖跟依靠，让他觉得你是一个可以去信任的人，可以把感情放在你这里。好，或者是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要问的这个人，他觉得你其实
是非常非常有光芒，非常非常有灵性的。然后这个灵性又带有一点点的神秘感，就是他不是这么的就是他不是这么的了解你，但是他试图要去了解你，他试图成为最懂你的人了。当你们相处过一阵子之后，他可能觉得他已经掌握住你了，就说他已经觉得哦，我其实是蛮懂你的，你在想什么我都能够去理解到，就是因为他花了一些努力去观察、去读取。我觉得他对你的感觉非常的矛盾，你身上的这些聪明跟灵性啊，这些特殊的魅力啊，他其实好想要去靠近你，你们的能量非常的灵动鲜活，但是他有的时候又害怕你的这种光芒会不会压过他，会不会让他无所遁逃呢？在这段关系中，可能对方有在前期啊释出过一些善意的连接、沟通桥梁，就是想要跟你多多的去交谈，然后，但他也对于一些他心中觉得需要去澄清或者有疑虑的事情，他也提出了一些建议，或者说提出了一些警告。对于某一些方面、某一些议题的事情，我觉得他其实很在意的，内心是小心翼翼的去彼此试探、彼此商量。好，你们其实不知不觉的变得越来越相似，越来越相像。在你们交流的过程中啊，你被对方同化，对方也被你同化，但是你们又想要就你们都是自我意识很强的人，你们又会想要保持自我的那个状态，不想因为这段关系就是完全的放弃跟完全的依赖。你们都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人哦，你们会想要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拥有爱情，还有其他的。对，就是不是只依靠这个人而活，对方也是，对方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多想法的一个人。他对于你们两个的未来，其实也有规划，也是有期待的。刚刚一开始就有说过，你们对于这段关系其实会有一个长远的一个想法，但这个想法是你可能在脑海中想过，但你不一定跟他说，因为你是要看这段关系的变化再决定。然后你也想过最好的结局，也想过最糟的那个结局，而我觉得对方在想的时候呢，他会是很充满期待的去想，然后他会有想过，就是你跟他在一起长长久久啊，白头偕老的那个状态，可能是非常舒服、非常幸福的。好，可能你们两个在一起，有个家庭，有小孩，然后在哪里买房子、就是置产，然后过什么样子的生活等等的。而他在跟你交流的过程中，可能感觉到你们有自己的原则，然后又有自己的一个步调，就是要怎么跟你们去相处哦。其实你是有自己的一个想法的，可能你们两个在人生中的一些关键的议题上有了争执，比如说，要不要买房子，或者说要不要进入婚姻，要不要小孩，或者是说关于事业的一个安排。好，你要往东，他要往西。城市不一样，所在地不一样，等等的。好，双方能妥协的有限。你在这段关系里，也有的时候是，不是那么的确定，就是你有很确定的时刻，也有不是那么确定的时刻，所以他会觉得他搞不懂你的节奏哦。你有的时候好像很爱他，对他很好，那有的时候又好像被其他事情分心了，甚至有的时候很冷漠，可能双方都有那种怀疑过对方的时期，是不是他的心不在我身上，是不是有其他人？你们不是一个他觉得很好掌握的这个对象，虽然你可能觉得没有啊，我就是都蛮坦诚的，可是对他来说，我觉得你们就是有一点点神秘的踪迹，可能让他也不是能够完完全全的掌握住。对，因为你们的能量是非常灵动的。好，我们的黎明哦，这一组的朋友啊，
这个人呢，假设你们让他受伤，或者说他因为这段关系受伤的话，我觉得他并不会怨恨你哦，他绝对不会责怪你，他希望你们可以过得好。你们这段关系，或者说你们这个感情啊，是被天地所见证的。大家可以看到这张牌，有一个穿着红色披风的人，他坐在山峦边上，遥望着金色黎明。他的呼吸的气息啊，就像烟雾般流动。这个流动的，速度跟大自然是同步的，非常的同步，非常的和谐，是一个很静谧的一个步调。那背景还有大自然，然后还有太阳新生的一个太阳，日出的一个太阳，代表希望。所以我觉得对方依然在心中对你充满好感，他可能采取的是一个观望的态度哦。对你来说，你看不到他什么实质性的行动，因为这个红色披风的人他就坐在这边嘛。有些朋友他有一点像是在遥望，或者说遥想过去当时的美好回忆，他觉得这样子的距离可能就很好，他可以去回忆过去那一些故事、那一些情境、那一些甜美，让他在未来的生活更有动力可以走下去。所以他可能并不会有实质的行动，或是说他会需要有更多的时间来重组、来组织他自己的计划哦。我觉得在他的人生某一个节点，当他休息下来的时候，或者说当他就是疲惫了一天、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去想起你，会去想到你。对他来说呢，有些恨，或者说有些纠结，已经云淡风轻了。他可能过去对于你的，就是这段关系，还有对于你这个人的感觉是，很喜欢，然后想要靠近，可是真正握在手上又觉得好像有一些刺。这个刺不一定是你们给他的，也许是他自己心里的一些芥蒂。因为你们可能用心的是想要给他的是爱，但他心里有芥蒂。刚刚说过，有些朋友就是你的善意或对方的善意，可能接收到的时候会被扭曲。所以这个刺啊，不管是你长出来的刺，还是他因为心理芥蒂而去想象出来的刺，我觉得，某一方面，对方会选择去保持一个距离来看待这样子的关系哦。但无论如何啊，你在他的心里，你在他的回忆里，你们真的是充满吸引力的。只要你出现的时候，他的目光的焦点就在你身上，而且他觉得其实你的内心比你看到的更加的深层。你们会保护自己。要接近你的心并不容易，你的心里面有一层一层的，就像洋葱一样，需要一层一层的剥开，有一层一层的门哦，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进入。但你对他而言很有吸引力，非常的性感，所以他想要去靠近你，他没有办法去抵挡这种原始的想要靠近你的一个欲望跟渴望。那也有可能是，我觉得这个人对你其实是有一点点敬佩，这个敬佩有点像是你们曾经的人生经历带给他的一个启发跟启示，你给他一些的帮助，或者说你走到了这里，你来到了他的身边，他觉得很温暖。有些朋友，你跟这个人的特殊的条件，可能有这种年龄差、身份背景的一个差别哦，也许是你们是一个比较好。可能比他有智慧，或者说比他成熟，比他聪明，或是某一方面就是比较有能力的，比较有情绪掌控度的，以至于他跟你相比的话，好像相形见绌，好像少了一些什么。他的心灵得到过你的帮助，所以他其实是非常感激你，但又很害怕你
的这个能量太过的耀眼，让他感觉到自己很渺小。他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所以他非常的犹豫。他觉得他可能要拥有更多，或者是说，他觉得你们值得更多更好，不管是金钱啊，或是关爱啊、时间啊各方面。他担心你们会对他失望，因为你们可能对感情也是有洁癖，也是有一些纯洁的要求，或者说你对感情有很多的期待。他觉得可能当下的那个状况，他没有办法给你想要的，或是，他有些地方可能会让你觉得不满、不开心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会，没有自信，或是他会认为没有办法让你开心，没有办法在这段感情中去表现出他应该觉得理想的那个模样的话，他会觉得，自己心里对自己有一点失望。好，那还有一些自我怀疑哦。那不管你们现在有没有在联络啦，虽然很多朋友你们可能已经没有在联络了，我觉得对于他来说，你们真的就是闪闪发亮的，很难去被遗忘的。即使时间过了很久很久，依然的这个感情的回忆都是很纠缠的、很细腻的、很美丽动人的。好，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Angelica， 好，远方的钟声已经响起哦，传来出清脆的这个铃响哦，在天使的羽翼之下，其实是无所畏惧的。大家可以看到，天使啊手中其实是有这个光芒的，这个光芒啊，跟地上的这个女生啊手上的蜡烛相呼应，代表说，其实心中的期盼是有被天使听见的。地上的这个人啊，他手捧的光芒，代表就是去接收到来自宇宙的光明跟保护。这张牌卡还有出现蜜蜂，蜜蜂象征着情面，象征着和谐，然后背景纯白色是这种能量哦，象征着一个觉醒。所以这张牌其实想要告诉大家，其实两个人对于未来都非常的迷茫，非常的不确定。可是在这个迷茫跟不确定中，又有一种期待吧。这段感情的未来其实有很多的不可预测性，就是他不知道你目前的一个状态好或不好，或者是说有没有想不想要有意愿继续联系嘛？如果他曾经真正伤害过你，你跟他的关系到底有没有未来呢？他有的时候会去想，想着想着又觉得很累、很辛苦、很疲惫，但是他并不想要完完全全失去你的消息。常常这个人在好像一种当他什么都拥有了的时候，他会特别的去想起你，想起你跟他说的话，或者说跟他争吵过的事情，还有你坚持过的那些事情，那个细节，以及你在这段关系中的一个付出跟努力，他会去想起你。某一方面而言呢，你可能认为对方是有某一种攻击性存在的，无论这种攻击是隐性的攻击，还是这种显性的一个攻击哦，就是你会觉得对方其实是很强烈、很有主见的，也许他是可以去决定这段关系的走向的，比如说，他的这个表现，他的这个诚意，他这个付出，
其实可以去决定这段关系的走向。他只要多做那么一点点，多爱那么一点点，也许一切就会完完全全的不同。而你们对他来说啊，我觉得你们对他来说，其实你们非常的灵动，你们懂很多的事情哦。他有时候想要去压过你，但其实是因为他内心害怕被你们的光芒所压过。他有时候不想要去顺着你，或者说完全的听从你，是因为他有时候知道你是对的，但他也不想要去承认他是错的。好，你们两个其实有非常互补的一部分哦。你们是一个，在他的眼中是一个真的不是这么容易去捉摸的人哦，或是说，你们如果今天选择妥协，也是你深思熟虑后的妥协，知道妥协会带来什么利弊得失才去做的一个妥协哦。所以这段关系、这段感情啊，对他来说，我觉得很像是一个奢侈品，就是说他很像是一个很遥不可及的这样子的，很贵很贵的名牌包，或者什么什么样子的一个车子，一栋车子的价值就可以抵一栋房子，这样是很昂贵、很珍贵，然后大家看了都会很想要的这样的一段感情的能量。对他来说，这段感情走到某一个阶段，他会觉得他给不起也要不起。但给不起跟要不起，并不是不想要，而是可能他要这份感情，他要你哦，他要付出很多的能量心力去维护，就是这段感情不是这么轻松的，他有很多需要去克服的事情，彼此的磨合，或是无力感，或是不确定感，包含自己内心跟自己的一个征战，你们两个要如何互相的融通，互相的一个协调哦。好。他有时候会在这段感情中进行一些妥协，进行一些服务跟奉献。好，但他会觉得，当他奉献到一个程度，或者说卑微到一个程度，这个感情之门还有没有办法顺利的被推动或打开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想要去撤退。或者是说呢，如果你们两个在一些议题上的坚持讨论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说服你，没有办法把感情导向他所想要的那个互动模式的话，他就会有一种觉得自己好像失败了，他会觉得自己的自尊心好像被刺伤了。他希望在你面前也是非常棒的、非常美好的一个模样哦。他不想要被你看清，或是不希望，假设你身边有其他很优秀的人，或是你理所当然可以匹配到其他很不错的人，他不想要感觉自己是那个弱者。好，他其实很在乎你对他的一个评价哦。如果说这个人啊，你们今天的状况是，他在这段关系中，他是那种推开你的，或者他是拒绝你、拒绝沟通的话，我觉得他的这个拒绝不是拒绝你的这个感情哦，就是不是拒绝你这个人，而是拒绝你的某一种想法，就是他拒绝他在一个没有那么好的状况下去跟你连接。他拒绝在还没有整理好的情况下去跟你更进一步的发展，他拒绝很混乱的情况，然后他还看不清楚的方向就去好像冒险的打开自己的心，所以这段关系啊，真的是有一点点推展上的困难，但我觉得天使的出现啊，其实某一部分就是这组朋友到现在这个时间点，你跟他其实都已经清楚明白你们两个最大的问题跟症结点在哪里，哪些事情是可以解决的，哪些事情是不能够解决的。
对于他来说，他可能除了感情之外，真的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要去顾虑、要去思考、要去想的。特别是金钱这个议题啊，可能在这组牌的朋友，可能金钱这个议题，你们会是一个敏感的话题。要么就是金钱可以推动这段关系更好更好，或是说谈到金钱的时候，它是一个可能会去刺伤双方，或是刺伤其中一方的一个能量，也可能金钱是推动这段关系能不能继续走下去的一个关键。对方也许是非常在意金钱的累积哦。好。蜡烛的祝福哦，蜡烛的一个祝福。这个人他有的时候啊，其实是沉浸在他自己的世界里吧，看不到外面的人在跟他说什么、想什么。你们可能有一点像是在外面想要跟他说，看看我在这里，我们可以一起前进。可是他一直在他的世界里，用他的一个意志力去行走、去前进。牌面的人啊，就是牌中的这个女生啊，她准备一支蜡烛哦，然后背景有星辰跟月亮，桌上放的一些草药啊、种子等等，是非常有仪式感。以及她好像在祈祷的什么，一种很特殊的一个魔法的仪式哦。这个人有一段时间，他其实不知道你需要什么耶。他甚至很希望你可以来拯救他，你可以来看见他的破碎，你可以来给他更多的温暖。他很希望你能够理解他，或是用他的方式来爱他。对，要用他的方式来爱他，不是用你觉得的方式去给他需要的东西哦。你们好像彼此都在期盼着对方可以去理解说我已经做到这个程度了，可是彼此都沉浸在自己的痛苦、辛苦跟难过中，看不到对方的付出。你可能觉得说没有啊，他都没有付出，都没有为我牺牲啊。可是对方可能也觉得说啊，我已经有做到这些，我对你比对之前的人可能还要好，我因为你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我因为你妥协，你怎么都看不到呢？好。对于你来说，可能他忽略了你的最深层次的需求跟感情。我觉得对他来说，他真的是没有方法去进入到你的心。所以当他尝试过所有的努力之后，他可能会有一种觉得啊，怎么样都不行了，那我干脆就冷处理好了，我就不管他，我就去冲我的事业，冲我的学业，然后跟我的朋友出去啊，因为我怎么做可能都没有办法推进这段感情，怎么做都不满意，那有一点陷入自暴自弃的状态，我干脆就享受我的人生，做我想要做的事情。谈感情好难，谈感情很累的话，他就会暂时暂停。他有的时候会陷入到某一种情绪跟情境中，没有办法去听到你的需要，甚至在这个情绪中，他其实是隔绝来自外在的声音，也不需要你进来，他就想要自己一个人静一静，我要属于我的时间跟空间。我觉得很烦，我就是不要去想那么多事情，我只想要开心。他不知道怎么良好良善的一个沟通哦，所以有点像在自己的这个情绪，在自己的城堡，在自己的时间跟空间内走不出来。他会用各种方式来转移他的注意力，他投入到他的事业，投入到他喜欢的游戏，投入到他的这个兴趣中，或是看电影啊等等的，滑手机来去转移他的一个注意力。好。可能有些朋友你会想说，当你远离了他的生命中，他是不是就会忘记你了？其实不会，
可能这个人呢，在他的生命中来来往往都出现很多人，或是不乏认识人的对象。可是对他来说呢，我觉得很多的情感，或者说很多的这种交际，表面上很友好，但都没有真正的能够深入到他的内心哦。甚至可能他也许跟别人单独的出去，吃饭啊什么，你觉得那个是不是他爱上别人，或是什么样的？但我觉得对他来说，那是一个礼貌，社交的一个礼貌哦，他不见得会这么轻易的把他的心给出去，因为很难再有一段感情像你们那么深刻。这段感情让他很痛，也让他不想要再痛，所以他也许在某一个情况停止了。可能你们的感情就差这么一点点就可以圆满，但他可能就是在走到第7步、第8步的时候停下来。你就说啊，明明就差这么一点点，为什么不继续呢？但这个不继续也不是完完全全来自于他个人的决定，冥冥之中呢，就是有什么样子的杂音扰乱他哦。他那个时候的情绪是比较混乱的，思绪是比较焦躁的，他看不清楚方向，他可能明明想要走 A， 但是他的脚却走到 B， 所以这真的不能够怪他。我们的人不是每一个状态都很好，有的时候会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后悔的决定，但是当你后悔就是幡然醒悟之后，也知道他是没有办法再重回当下的那个时刻再去弥补了，因为可能双方都各自有各自的一个生活，因为刚刚说过你们时间不对，可能当时的地点这个空间也不对，所以两个对的人在一起，留了很多的遗憾在里面。在这段关系中，如果有承诺，这绝对是真心的，在彼此许下承诺的那个状态，那个当下绝对是真心的。以他许下承诺的当下，是他认为他有办法能够达成，有办法去胜任的。只是后来环境的变化也出乎他的意料，出乎他的一个掌控跟掌握。好，再看一下晨露哦，有一个白衣的这个女生哦，站在桦树林中哦，她的两只手好像都有泪珠哦，这个泪珠不断从两只手滴下来，那她的眼睛是闭起来的，表面上看起来很平静，但内心其实在哭哦。然后这个整张牌也是处于一个很朦胧的一个状态哦。过去这个负担，他想要去释放，他想要把眼泪弄出来、挤出来，他想要把悲伤的部分，就是这段关系感情中难过的部分，让他好像离开，把这个眼泪滴完滴出来，日后回想起来的时候，其实是好的，是甜的一个部分。这个人如果他的情绪得到一个舒缓的时候，我觉得他会更好的去反省过去，更好的去看你们当时的一些争执的议题，或是一些差距、一些状况、一些状态，那些可以改变的事情，现在是不是已经改变了，或是有一些想法，是不是彼此可以调整？所以他在整理说，究竟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未来想要的是什么。这个人很妙的是，我觉得他不一定会去选择他人生中最爱的那个人，跟他共度一生。他觉得人生是很现实的，有很多的妥协。如果可以跟他最爱的人共度一生，那真的很好。老天保佑，感谢宇宙。但如果今天无奈没有办法，他可能也会去选择一个合适的对象结婚。如果他想要结婚的话，在人生的某一个时间点，他觉得人生其实是有春夏秋冬的，就是或是在某一些时间，就是想要找人陪伴。好，他就会去选择一个人跟他在一起。这段感情可能真的比不上过去你跟他的那个刻骨铭心，可是那个就是一个需要或现实下的一个考量，所以我觉得其实是有这样子的能量存在的哦。
而当对方在继续整理他的内心的时候啊，我觉得他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会发现你们两个各自在这段感情中都有一些坚持的骄傲，以及这种自尊心，不愿去妥协跟协调的一个部分。可是正也是因为你们这些独特的部分，才深深吸引着彼此。但彼此的光芒，或者彼此身上的刺，又去刺伤了彼此哦。你们两个有的时候从自己的眼睛去投射出来的对方，不是真实的模样。就像在这一片雾中哦，两个人是隔着一层雾在看对方哦，所以两个人对对方的评价都加了很多自我的主观的意识。因为自己过去的经验，认为说对方这么做是不是就有某一个意图存在，因此可能你误会了他，他也误会了你。好，这个人在内心他其实是有所期待的，期待是在某一天某一个遥远的未来，你跟他也许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交流，去舒缓当年的一个遗憾，或者是说亲口说一声道歉或是道谢，他有这样子的能量在。下一张牌哦 ，Surrender。好，没有比放下更幸福的事情。放下一切不再服务于你，将一切不再服务于你的事物去释放，让自己获得自由哦。好，这个人放下了眼泪，放下了伤痛。我觉得对于这段关系，他会有新的期待，或是不让过去的那些阴影再去干扰。你们两个之间的一个连接哦，所以这张卡片其实有传达出放下执着跟接纳改变这两个讯息。你们当中有一些东西需要去放下，这段关系才能够更进一步的推进。或是我觉得有些朋友，你可能在现实层面知道，你跟他只能把这份思念放在彼此的心里。有些朋友你们的状况是这样。但是很奇妙的是，在这个现实之外，假设有另外一个平时时空，你们两个是想要毫无保留的去奔向对方的。然后你们重逢的那一刻啊，其实是可以放下所有的过往的怨恨、纠结以及各种差距，就是重新以新生的姿态，完完全全的、很纯粹的去进行这个感情的交流跟流动。好。这张牌也代表说，也许这段关系会有峰回路转的一个可能哦。当过去的恨啊、纠结啊这种情绪啊都被转化之后，痛苦已经不存在了，这些伤害已经不存在了。你们两个就是完全重生的人，完全新的人。好，再一次的去给爱，再一次的去接受爱，再一次对于未来的发展有期待。你们两个要是真正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的话，其实很有机会。好，时空环境改变之后，双方各自经历了一些人事之后呢，你们两个会走在一起。两个人放下了一些过去的问题，彻底有一个新的开始，人生有一些新的翻篇哦。好。有些朋友，如果你们的感情啊还没有走到这个地步，还没有走到这个状态，所以如果双方内心都还有一些这种纠结的情绪在的话，或者都有一些恨，都有这种误解存在的话，可能会有一种用尽力气也没有办法靠近对方的感觉。对于你也是，对于他也是。你们两个都在彼此的能量圈中去遥望着对方，但同时也感觉到自己能做的事情好像真的非常非常的少。想要前进，但是却没有办法靠近对方；想要前进，想要做一些什么，但好像却离对方越来越远。彼此都在自己的能量圈中去茫然，彼此都在彼此的世界中去不知所措。所以这张牌的出现啊，就我觉得它是有一点要大家先整理好自己的内心，对对方也是哦，他要先去整理好自己的内心，先去看清自己，先去安顿自己之后，才能够再一次的奔向你，或者说你们才能够再一次的牵手。当你们内心整理好之后，
转换好之后，其实这个时间点，这个时钟啊，慢慢的会拨到对的位置上，所以要连接，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可能的。好，我觉得对方可能会在某一段时间很频繁的想到你，甚至想要给你发来一些讯息，或是透过朋友间去传话，去在社群媒体上去看你的消息，很频繁的想到你，想念你，去看一看你现在的这个动态状态，你还是不是单身，或是你已经身边有了人，或是你是不是已经有了家庭，的感情状态是怎么样的呢？好，看一下最后一张牌哦，这张牌是牺牲哦。你必须在自己的心里找到生命的一个潮起潮落，拥抱一切，是一个真理一般的一个拥抱哦。这边有一个裸身的一个女性哦，她本身跟一棵大树相连。这张牌其实象征着生命跟自然。好，它背后的这个月亮代表阴阳周期的一个变化，同时呢，地上有一个红色的心脏，代表生命力的强烈的流动，还有2滴鲜红的这个液体啊，从这个女性的手中滴下来，代表说，其实这段关系啊，真的是，到现在彼此对彼此的心动还是存在的，可是这段关系的连接需要奉献，需要牺牲，需要释放。有的时候必须放下一些东西，才能够让新的感情、新的生命有机会成长，有机会发展哦。这个牺牲并不一定是负面的，它也是成长跟转变的一部分。所以这个人他在学会奉献，在学会牺牲，在学会看见，以及在学会放下。可能这是你们共同的主题，或是一个人要学会放手，一个人要学会奉献的更多，一个人要去接纳，一个人要去释放等等的。所以这2张牌其实相辅相成哦。这2张牌一起出现，可能代表着放下执念，然后做出一个选择，才能够达到一个更高层次的和谐跟平衡。在这段关系中，才能够有一个互相配合的一个规律。你们所计划的那个，就是心里所期待的这个长远的计划，会更容易的去发生。当这2张牌的能量结合之后，2个人都理解了自己，也看到了真实的自己，可能是透过宇宙的帮助下，真正看到对方心中的难过、脆弱跟不安，以及想要去爱的那个部分。所以我觉得你们可能2个人会在某一个时间点，好像去理解到过去的感情的这个牺牲，以及还想要去牺牲，还想要去奉献的那个部分。不管是你或是对方，心脏鲜红的心脏跟血液出现在最后一张牌。你们2个可能会有这种共识性的发生，比如说这段时间觉得心情比较烦闷，比较低落，或者说另外一段时间是比较开心的，有可能你们在同一个时间点，好，都在喝着咖啡，都在看着好像同一个电影，但彼此却不知道，就是默默的去共同完成了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个人他也有可能会在突如其来的时间点去行动起来，去试探你。好，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他会很想要去跟你有一个联系，恢复联系。他的心在一次连接的时候，其实是非常认真的，因为这个连接很困难，它不是这么的简单，也是下定决心之后才会去做的。他没有办法去忘记你，因为你已经是他心脏中的一部分，你让他这么辗转难眠过，或是彼此都在彼此的心上留下了这么多的东西，他其实很在乎你，但是他过去可能用一个很不在乎、无所谓、无情的方式、漠视的方式去表达这份感情。我觉得他内心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话想说，他也在更努力的去展现他自己，更努力的去做一些事情，或是说更努力的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中去达成所谓的成长跟成就哦。前面有说过，他可能是一个后知后觉的人，就是当他跟你分离的时候，他会觉得他好像失去了很多的东西，
应该说他跟你分离的时候，他好像觉得他心里有一个空缺，这个空缺是他未来在拥有更多的东西也没有办法去弥补的这个空洞，他失去了你，他的内心有一个空洞，这个空洞是未来在多少的人事物，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去填补的一个空缺哦。所以我觉得他在精神上对你是非常有连结感，会常常的。就是他不愿意去想，可是他一旦去想，他就必须承认他确实在过去某一方面，他对他自己说谎了，你比他想的还要重要，他其实是很在乎的。所以也许你们分开之后，他的心情、他的生活环境有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哦。这段关系我觉得未来目前看起来哦，刚刚说过有一种是，可能你们都已经各自在各自的领域，各自在自己的时空中，现实环境中有一些不能够变动的走向，可能双方就会选择把彼此的爱把对彼此这个心放在一个很真空的环境下去保存，然后想象着在某一个平行时空的连接。那有些朋友，如果说你目前的感情状况跟对方的感情状态都还不是完全的定局，或是还是有这种 Hello，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蜜雅。那我们今天呢，一起来看一下第三组朋友们，你选到的这个能量哦，对应到的这个能量哦，这个人他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怎么看你，以及看待这段关系未来的一个发展哦。好，来看一下第三组朋友你们的一个牌卡哦。第三组的朋友啊，你们遇到的这个人哦，你们的感情哦，在对方啊，他这边有水瓶座的能量，在对方的想法中，他其实更在意的是自己的快乐，而不是你们的关系是否平衡。也许在这段关系里面是有一个不公平、不平衡的状态。仰赖着其中一方长期的供应，长期的提供爱的一个养分，才得以维系下去。这个人一开始遇到你的时候，我觉得他是认为是很幸运的，因为他会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缘分，他也很被你所吸引。好，但是随着感情的发展，我觉得他渐渐的开始去习惯你的付出，然后甚至会觉得这样子的状态，他是一个比较轻松自在的状态，他觉得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他并没有觉得他应该要去更努力做一些什么，他内心并没有很多对于感情的应该或是一些负担，反而觉得这段关系给了他某种权利、某一种自由，让他可以随心所欲的去享受，甚至不必刻意的努力去经营这一段关系哦。那他其实也知道，他能够这么自由、随心所欲，或说没有压力的在这段关系中，是因为你们给了他的这样子的权利，你们的爱让他登上了关系中的一个王位，一个宝座，让他可以有恃无恐，让他可以予取予求哦。那其实他内心也不是完全的没有感觉，他有的时候也是会感觉到不安。你的耐心有一天是否会耗尽，或者是这段关系的一个平衡是否会突然的改变？这段关系的一个动态是不是改变，会不会有一天改变？但是我觉得这种内心的不安并不足以让他主动的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来改变他的行为，因为他知道你对他的爱是他的所作所为的一个后盾，也就是说对方有一种在心态上高高在上的态度，也许这样子不平衡的状态让他觉得舒服哦。如果你们这边就是收回对他的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支持，这个人反而可能会重新的去评估他在感情中的一个角色。好，那
对于对方来说啊，我觉得他其实，承担的面向真的比较少。第一张牌是这个小精灵，小精灵的能量哦，是说在关系中，对方可能隐藏了一些想法，这些想法是他没有跟你去坦白的意图或是情绪，就是表面上，他很享受，你对他的爱跟包容，或者是说他可能接收到你的礼物、你的爱跟包容，或者说你的一些付出的时候，他会跟你说谢谢，然后他会，嘴巴很甜，或者说他会说一些什么话来感激你、感谢你，但是他的内心是否真正的感激，或者说他在感激之后，是不是也有同样的行为来去照顾你、包容你，或者记得你的生日，或者说记得你就是喜欢的东西等等的，到底有没有这样子去支持你呢？可能有一些，就是可能有些地方需要再谨慎的观察他的一个言行哦，因为这个人他可能会为了留住你的好，享受你的好，来在这段关系说一些话，做一些事情让你留下来。这张牌小小的这个精灵在蘑菇森林中跳舞，他们的表情有点怪异，然后有点很诡异的一个气氛哦。那蘑菇啊，它代表着隐藏的能量，或者是说未被发现的一个秘密，也就是说，他其实不愿意让你看见他真正的内心，他可能有意无意的维持一个感情的这种迷雾的状态，就是不主动也不拒绝，避免让自己必须直接去承担感情的责任。也许他拒绝之后，他就不能享有好处了。好，那他就有一个好像半推半就、顺水推舟，让一切变得很模糊的一个状态哦。好，我们第二张牌水瓶座的能量，这个人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这个人他是一个追求精神自由吧。牌面上有一个白发的这个女巫，她在静坐，背景是一个黑夜，很深很深的夜。她手捧着这个黄金的器皿，她头上有一个光环，象征着精神的一个开放性。我觉得这个人他可能就是你深入的去了解他，他可能有一些想法是这样的，他在性上。也许他是喜欢那种开放式的，就是假设如果撇除身份地位种种的各种道德的一个束缚啊，你问他最原始的欲望，他可能是想要一个就是自由自在的，就是这种性的一个交流或流动，但他不一定会去做，也许基于他的身份、他的面子，或者说他现在一个状态，他内心的欲望不见得会去做。但这个人哦，他可能会在感情中不想要，好像很快的去被束缚住。如果他现在是有很多选择的话，他对于某一个人的这个承诺，要对某一个人承诺、承担等等的，他可能会感觉到有一些压力，他可能会退缩，而不是直接的去面对哦。我觉得在感情中啊，其实大家不需要为对方的不成熟买单，或者说你不需要过度的去追求这个人的认同哦。有的时候他真的是一个比较自我为中心的人，会比较去顾虑到他自己的喜好。那如果你要他很坦白的跟你说一些事情，他可能也不会去说，或者是说他对于真正的把自己的内心掏出来是很害怕的，他对于真正的去实践、真正的去承诺，他其实是缺乏一个行动力的，所以你可能会在跟他相处的这一段过程中，
会有很多很多的拉扯。那橡树这张牌代表的稳定跟根源，你们这段关系的稳定跟根源来自于你在这段关系中付出了大量的努力，为这段关系提供了一个很稳固的一个基础，很坚毅的一个力量哦。但是这个稳固之下，也充满了一个沉重跟固执的一个气息哦。也就是说，对方他比较偏向自我，他看到的是你在这段感情中给他带来的舒适、方便、便利性，但他并没有深入的对你的努力跟需求感同身受。他可能觉得这一切是他理所当然应该得到的，或是他觉得，他给你的这些已经足够了，但他并没有去思考说你对他的爱，你给他的爱是多么的深刻跟多么的珍贵。他可能就觉得他可以在这样的状态下继续的享受你给予的一切，而不用承担，就是互相的去付出，互相的去关怀，互相的去爱对方。他觉得被爱是一件很舒适的事情，他觉得自己理所当然应该要站在这段关系的主导强势的地位，然后也很自信的认为你就是会帮助他，相信他，然后给他想要的一个东西，因为你喜欢他，或者说你对他有好感，你想要接近他，你想要对他提出邀约等等的。所以其实这张牌我觉得就你们两个而言，其实你自己比对方更具洞察力跟成熟度哦。你们其实明白很多的事情，但有的时候对方可能会用一些话语来糊弄你，或者说用一些话语来引导你，就说你可能想多了还是怎么样。但其实他的内心还没有去准备好进入一段感情的深层连结，他对于成长啊，对于责任心，他其实是有一点点抗拒，他对于感情的理解比较停留的是在表面的状况，而这组的朋友啊，其实你们更加想要的是一个稳定而深层次的一个关系。好，我们的下一张牌是这个欧若神谕哦。这张牌象征着未知的一个启示哦，对方心中可能有一些没有说出口的真实的想法，他知道，我觉得他知道你给他的爱，你给他的支持，但他就有一部分不愿意去承担，就是不愿意去直接回应你的一个期待，他内心有逃避，也有未知的一个恐惧哦。这个身穿黄衣服的一个女巫啊，她正在召唤着未知的力量，而她呢，也在连接着一个神秘的世界，隐藏的一个世界哦，在这个烟雾缭绕之中，所以这个人呐，他很害怕正视感情中的问题，他也许隐约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带来一些问题，或是自己的行为不是这么好，但是我觉得你给他真的是很舒服、很方便、很便利吧，可能他真的是不用去改变太多，你就会帮他去做好一些事情哦。那小部分的朋友，我会觉得这个人内心很敏感，敏感的再去把一些情绪隐藏起来，他不愿意去跟你分享他的一些心里话或挣扎或是计划，他好像对于要真正的进入一个很亲密的连接，其实是害怕的。但就是少部分的朋友，你们遇到的这个人，他心中是有一个计划的，只是他目前还没有想要跟你说。对，可能他的这个计划真的停留在一个好像草案的一个状态哦，要实现的话，还缺乏了一些动力在。再来看一下对土地的一个崇拜哦，这张牌代表着感恩跟稳定的一个力量哦。
跟女孩子闭上眼睛，感受到风跟大地的一个连接。这张牌在强调你对他的无条件的爱或是崇拜。我觉得你在这段关系中真的是给他很多的奉献、支持跟包容哦。甚至有些朋友，你其实是有点羡慕、有点崇拜这个人身上的某一些条件嘛，他身上的某一些闪光点。对于他来说呀，他没有办法意识到你内心的付出跟辛劳，他也很习惯从你就像土地一样，从你这边获得滋养跟支持哦。所以他之所以可以这么安逸，完全是因为这段关系是失衡的。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段关系是失衡的，或者说他意识到之后，他也不想要改变，因为他觉得改变是需要努力的。就是他如果能够坐享其成，如果很轻松，那不是就更好吗？而且他也蛮相信，你给他的爱是足够的，有恃无恐嘛。好。哀调，这张牌表达了强烈的内心释放的需求。这段关系累积了太多的压抑跟矛盾，尤其是你对他的包容，可能已经接近了极限。我觉得在座的朋友，可能你在过去跟他摊牌过，对于他的要理不理，或是很晚回应，或者是说怎么样的一个状况，你觉得他不够尊重你，或者说你觉得他总是只考虑到自己的需要。你可能有一天真的就是爆炸了，觉得不满了，这种情绪爆发，让你直接的摊开，跟他打开天窗说亮话，因为你真的是长期的压力累积，不满无法再被压抑了，你可能有一次性的这种情感的爆发，要让他正视这段关系中的一个问题哦。而这个人呢，他可能有一点被吓到，或是说，我觉得他可能会暂时的给你一些安抚。也有的朋友，这个人在接收到你的情绪之后，少部分就是你们的他在接收到你们的这个情绪之后啊，反而有点像是要你自己去处理这些情绪。有些朋友你可能会以关系的断裂，或者说就是不要再联络等等的方式来作为一个止损，因为你觉得你已经超过极限了，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告诫对方、提醒对方这个后果。因为你们看起来真的是压抑非常非常的久，把这些状况真的必须要跟对方去沟通，不然你会受不了。所以你们就是选择去跟对方说很多的情绪，让他看见，让他去看到。River Rockers 河流中的这个石头，这张牌有一点随波逐流的一个状态，代表说对方目前的状态是随意的，是被动的，他没有主动的想要帮这段关系向前，有点像是他在看你的情绪有什么而去做反应。好，他没有这么的主动去经营这段关系。而是呢，我觉得他可能更加的专注在他自己想要去发展的事情上，所以他在接下来哦，他接下来还是呈现一种内心，他选择了一个被动的接受，就是不会主动推进，但他也没有想要去离开，好像就看你吧。如果你想要走，他就觉得那就走吧；如果你想要继续对他好，他也是可以的。他也没有要主动的想要去切断这段关系，或是说他就被动的回应你们去给他的一个反应，回应你们的一个情绪，比较被动的一个状态。好。进化的一个工具哦，对方内心深处其实有一个矛盾诶，这个矛盾是他觉得
因为你给他的爱啊，让他可以掌握一切，你在关系中所做的一切都帮助他，成了他实现自我满足的一个工具。或是说，有些朋友你们遇到这个人，他其实是在利用这段关系来满足自己的一个想要跟需求，然后他其实也明白你正在努力，试图让这段关系可以变得更好。你在做一些转变，或试图去配合对方的要求，就是希望关系可以连接延续越来越好。但他选择性的去忽略，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这样可以更轻松，更没有压力，就是好像你多为这段关系做什么，他会觉得有负担、有压力，所以他好像是选择性的去忽略这些事情哦。好，这一组的朋友啊，其实你们在关系中拥有很大的力量跟潜能，你们的爱跟包容不应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在这张牌中啊，这个白衣女子她正在专心的使用一些仪式的工具，她背后的黑森林则隐藏着一些未被揭露的能量。其实你们怎么说呢？你们也是可以选择把爱拿回来，说你们也是可以做得很绝吗？只是你不知道还要不要就是现在有没有要走到那一步？因为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哦，你们如果真的被逼到某一个境地的时候，你其实是可以走，其实是可以一走了之的。你们并没有一定要苦苦哀求，或者说苦苦的去要他多看你一眼。其实你自己知道，但是你一直在等，有一个期限给他，看会不会有转换、改变等等的一个状态，就是会帮他找一些时间、理由或是借口等等。你还其实对他心里有一些期盼跟期待，看看会不会有转变跟改变的空间。毕竟可能真的投入很多，可能你们之前真的有很多美好的回忆，现在就一走了之，好像就是有很多的沉没成本，会舍不得的感觉。好，黑熊，自我价值，黑熊，这个人他在主导这段关系，或者说他认为主导这段关系的同时啊，我觉得他好像忘记一件事情哦，但他这个应该在日后会想起来，就是你们在遇到他之前，你们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你们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你们是一个内心有强大力量的人，你们是一个拥有解决问题能力的人哦。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人有一点忘记这件事情了，可能在相处的过程中，就是不知不觉他就是很习惯你对他的那个样子，但是他忘记了你在面对生活中的其他方面的时候，你们其实是有另外一个面向的，你们其实拥有更强大的力量的，你们其实是非常坚毅的，你们的内心拥有直觉，拥有智慧，这可以帮助你找到更适合你的道路。所以呢，这个人他忘记了这件事情。其实他一开始是受到你们的吸引，可能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是知道，也是被你们这样的特质所吸引。可是长久连接在一起之后，他渐渐的忘了，渐渐的习惯了。可能因为你在他面前不是表现出这样子的，就是一个比较主导性的一个样子，反而是把这个主导权交给对方嘛，所以他忘记了你们也是这么的独立，这么的美丽，这么的拥有力量。你如果相信你的直觉跟智慧的话，你其实是可以走出任何困境跟阴影，来迎来属于自己的力量跟自由的。这个是这个人他忘记的事情，但我觉得他日后会想起来。日后会想起来的时候，可能他会后悔
可能他才会深刻的去反省这件事情哦，究竟为什么本来你们那么好，进入到这段关系之后，哇，他就是有一点好像是因为他的关系，把你们弄得有一些纠结跟憔悴嘛，或是受伤的一个状态。接下来自我崇敬哦，自我崇拜，自我就是好像对自己很信任，然后看见自己的价值。可能你们在这段关系中不知不觉失去对自己的爱跟尊重，把注意力过多的放在对方的身上，而忽略自己的一个需求。其实牌卡想要告诉大家说，你们是一个值得被爱的人，你不需要这个人的一个认可话语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你不需要他的爱来证明你的价值哦。好，你们其实就像这个女生一样照镜子，好，在这个镜子中看到了爱与美丽，看到了觉醒，看到了内在的智慧哦。你们要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因为可能过去你很长期都在追逐着对方，因为他的一举一动而心情上下波动。这张牌想要告诉大家，其实你要去看见自己的美，自己的好，学会自爱，学会自重，而不是单纯的从对方的回应中寻求肯定。停止无条件的妥协跟牺牲，你不需要再去讨好这个人哦。而且你们这样做的时候，这段关系才会有一个平衡的可能。冬季的树林，这一张牌讲的是疗愈跟内在的一个平静哦。对方会不会改变呢？其实牌面上并没有很明确的去说明，但是大家绝对可以放下对自己的苛责跟压力哦。这段关系啊，必须要去找到新的一个平衡，否则可能它会走向一个逗点或是句点。对，大家要去看见这段关系中的一个真实，去为自己设立一些界限吧。这段关系它是不可能依赖一个不健康的平衡持续下去哦。就像牌面一样，冬季的森林，冰雪覆盖的森林，它是很静谧，是很这种沉寂的，很安静的。白色的鸟，它象征着纯洁跟希望，所以其实宇宙想要告诉大家说，你要给自己时间空间进行疗愈，你要先照顾好自己的心灵，才有办法，才有力量去改变这段关系的一个动态。这段关系，就是如果你们想要维持跟延续的话，你绝对要先去找回你的自信。你在对方面前，不要去讨好或是顺从，而是展现出你自己的一个，就是虽然我喜欢你，展现出自己的一个姿态跟态度，我喜欢你，但是我可以给你这些好，但是我也希望你好好的回应我，因为我是需要这样子一个好好的爱，好好的被对待哦。不需要在这段关系中继续委曲求全，因为其实这样做不会让对方去喜欢你，或是怜悯你，或是你跟他哭着说，自己好像付出了很多，或是有一点就是用一个比较可怜跟低姿态的方式对对方来说，其实比较没有用。好，界限这张牌呢，其实想要跟大家说，就是宇宙想要跟大家说，你们面对的这个人呢，你们现在其实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要为自己画立一个清晰的界限，避免在这段关系中过度的付出跟牺牲。就是牌卡上想要传达一件事情，请大家学会说不，就是让对方去理解这个，就是你本身是一个
值得被尊重的人，你是有你的需求跟底线的。这不仅是对自己的尊重，也是维系这段感情、重建这个感情的一个模式吧。就是你必须要把这个不健康的模式调整一下，才有机会继续的走。如果对方不愿意配合，或者说暂时他不想要去理解，好好的爱你，用你想要的方式来爱你，或者不想要去尊重你的话，你们也可以设立自己的界限，或者是先退一步，要让对方明白说你不会无止境的牺牲跟妥协哦，你其实是有你的一个底线的。好，这样子才可以重新的帮助大家找回这段关系中的一个平衡。就是说这段关系未来怎么走呢？对方是一个比较被动的状态，但是大家也不要因为对方的这个被动，或是说对方虽然心中有一些计划，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就是还在计划的阶段，他的行动力没有那么的强。如果你继续给他爱跟滋养，我觉得他是愿意接受的，就是可以继续享受的。但如果你今天想要的更多，也许他不会有很明确的一个回应，但是你们绝对要去建立一个健康的界限，这不是冷酷，不是自私，也不要因为害怕失去这段关系就不这么去做。好，最后一张牌，滋养哦。好，这张牌呢，其实也是要告诉大家说，返回自己的内心，去照顾自己的内心哦。关系的发展不是只有一方的努力，是需要双方共同努力的。你的幸福不应该被绑在某一个人的态度上，你们没有这么的渺小哦。这张滋养的能量可以看到有一个年长的妇女，她跟一个小朋友，一个小女孩在农田中工作。那这张牌呈现的是一个丰收的景象，象征的滋养跟关怀，也就是付出跟回报的一个平衡哦。好，过去如果你是在这段关系中扮演滋养者的角色，现在请你用滋养者的一个态度来滋养你自己，无私的去提供自己支持跟情感的一个资源哦。你必须要对自己这样子做，不要让自己耗竭了。还有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中它有一个传承的能量。我觉得你们会透过某一件事情、某一个启示，去明白说，一个受到滋养的关系，它展开的方式是怎么样，或者说，在感情中的这样子的受苦的一个状态，它不是一个值得被称赞或者是歌颂的一个事情。或是说你觉得的这个牺牲跟心碎，对于对方来说，他真的有被看见吗？这个辛苦跟努力是要在对的地方，它才会发芽，它才会成长，它才会结果。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你们付出的爱绝对值得一个很好的回馈跟回报，而你们的未来的爱情不需要被绑在某一个人或某一段关系身上。第一个是你们有能力去滋养你自己，为自己的未来做出一个选择。第二个就是，如果你想要的话，其实是可以去找到一个更滋润跟更滋养的一个关系，无论是不是跟这个人，也许是跟这个人，你可以把它调整成一个健康的一个模式，因为有些朋友你们遇到了他是在他比较不成熟，对感情不成熟，或者说比较幼稚的一个阶段可能你们的这个突然的爆发，好，也许在这样子的一个情绪的爆发，会让他在心中就是有一个震撼，有一个震动，然后在时间慢慢的酝酿跟沉淀之下，他会去反省，会去反思，然后他会去做一些改变。每一个人都有去改变的可能。这张牌你们面临，就是这张牌你们就是面对的这个他，有部分真的有机会，他是会去改变这个模式的。那大部分的朋友，当然他
看起来牌面上还是一个比较被动的状态，被动的在回应，或者说对于未来的关系啊，其实也不是一个有很清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这种牌面的一个意向。但是我觉得就你们自己而言，你们绝对可以选择找到一段滋养的关系，自主权掌握在你们的手中，未来的幸福也确实是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中。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三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我是米娅，下支影片见喽，拜拜。